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元。官方近期在特洛伊战歌增加了一个新的活动，可以让我们去获得治疗药剂。到底是良心发现呢，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今天我们来揭晓。OK， 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规则，到底讲什么东西。活动分为备战阶段和战斗阶段。备战阶段，玩家可以通过指定行为获得贡献值，每一份贡献都将同时记录个人贡献和所属阵营贡献。阵营贡献仅统计本阵营贡献排行榜前600名玩家的贡献总和。阵营贡献到达指定档位后，所有阵营成员均可解锁对应的治疗药剂额外兑换额度。战斗阶段开启后，贡献进度和贡献排行榜不再更新，玩家可消耗功勋限时兑换已解锁的治疗药剂。战斗阶段结束后，未使用的治疗药剂额外兑换额度将会失效。所以这边简单的来讲，就是你的王国就算是人多也没有用，因为它只是计算前600名的玩家而已。另外，这个治疗药剂并不是免费给你的，你必须要完成一定的贡献值才可以获得。在正式开战之后呢，是不能再用贡献值来解锁更加多的治疗药剂，但是在战斗开始之后，你们就会获得功勋值嘛，你们就可以拿那个功勋值来兑换治疗药剂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里指定说要做的东西包括什么东西。这里如果你们是消耗装备材料的话，是拿到最多的贡献值的，这里有400点。那其实我觉得装备材料消耗还可以接受，因为有一些玩家可能会在 KVK 中途的时候去调整自己的装备啊，可能制作新的装备之类的，所以肯定会有消耗的。但是并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消耗得起的，因为大多数玩家可能都已经把自己的装备都已经弄好了，尤其是老玩家。那如果你是那种 F2P 或者是小氪玩家的话，其实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可以弄到这么多的装备材料消耗，所以这个装备材料消耗对于一些玩家来讲难度还是比较大一点的，但是对于大佬来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军器的话，我们每天都有做一些军器回收的动作嘛，所以还是会有消耗的，但是这边要看它详细的分数是怎样去计算的。加速跟资源消耗，如果你们打 KVK 的话是肯定有的，但问题是它的规则就有说到是在开战之前，所以就看你们在开战之前有没有去训练部队啊，或者是治疗自己的部队之类的，有用到一些加速资源。加速的话或许不会时常用到，除了你在前置要爆兵之外，资源的话你治疗医院还是会有的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详细的积分，如果你回收一个精英的军器才拿到10分而已也就是蓝色的军器，如果是回收紫色的军器的话就拿到40分，一个金色的军器就拿到200分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拿到更加多的贡献值的话，就要回收金色的军器，但是一般玩家不会回收太多金色的军器啦。又或者是你们平时有完成一些委托或者是游历任务的时候，有一些金色的军器先不要回收，可以等到这个KVK 开始的时候才来回收也是可以。那装备材料消耗这里的分数依旧还是一样的，但是它只是计算锻造精炼觉醒传说装备的材料消耗。我在想着说这个装备材料消耗能不能钻漏洞，就是用那个兽骨去制作采集的装备之类的然后剩下的就是加速消耗，这里就有包括建筑训练研究的消耗哦，所以没有包括医院了，所以你医院那边加速是不会计算分数的。另外这里就有包括资源的消耗可以拿到多少分，基本上全部都是一样啊，只是那个材料的数值不一样而已。至于这边贡献值呢，其实是自己的贡献值，就是讲如果你们要完成这里所有的进度的话，就必须要到达12000。那这每个阶段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呢？这里就包括4等级的资源自选箱可以拿到2个，4等级可以拿到4个，5等级可以拿到4个，5等级可以拿到4个，5等级可以拿到6个，总共12000。然而如果你们要拿到这些奖励的话，必须要整个阵营贡献才可以拿到。那我们来计算一下，这里它已经
完成了多少。以这边的分割来看呢，这里我们可以当成1、2、3、4、5嘛，就是差不多1/5的位置接近啦。那现在已经是完成了180万，那我们当做这里是有一个200万好了，在第一个阶段。那如果乘以5，就是这个1/5的位置的话，总数如果我们要完成的话，大概应该要拿到1000万的贡献分。如果是像规则里面所说的是以600人来做计算的话，就讲每一个人至少都要完成16000的贡献值，才可以拿完这里所有的奖励。那这边16000的贡献值呢，是比起这里他给我们的要求还要更多的，而且我不觉得每个玩家都可以这么好全部都完成16000分，因为我相信大多数比较弱的玩家应该都是没有办法可以完成到16000分的，可能就完成3000或者是到7500左右而已。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要看你们上面有没有大佬，如果有大佬的话，可能他个人拿到的积分会比较多一点。比方说我们可以看排行榜，这里这个玩家他就已经完成了21万分，这比起系统要求我们的12000分还要来得更多的。不过还好的是他这个计算是计算整个阵营呢，不排除整个阵营里面呢还是有不少大佬的，是可以去完成这些活动的。否则就是看有没有一些仓鼠账号，如果刚好那些仓鼠账号有很多金色的军器都还没有回收的话，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回收。但能不能够完成还是一回事啊，因为看到这个大佬他已经贡献了这么多，然而他们这边的阵营贡献只是完成到第一个阶段而已，后面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，他们还要乘以5倍。当然不排除因为这个活动才刚开始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马上去完成啊。但是我们要讲重点，到底这个活动值不值得你去完成？因为看起来官方好像给的治疗药剂还蛮多的哦，我们可以治疗蛮多部队的。那么也是一样，我们要点开治疗药剂，以官方这里的数据作为参考，他们治疗 T1、T2、T3、T4、T5 所需要用到的治疗药剂是多少。我把这里能够给我们的治疗药剂加起来总数是2255万的治疗药剂。那假设说你是使用 T5 的玩家，我们就拿来除以100，总共你是可以治疗225500的 T5 部队。是不是我算出来给你们知道之后，你们有一点无语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医院治疗一次就是81万啊，我的个81万啊，你这个22万可以让我治疗几次？连半次都不能啊！就算我们换算去 T4 也好，也只能治疗45万的 T4 部队而已，也是没有办法清空整个医院的。OK， 那么在之前我就跟大家介绍过，官方在近期推出了功勋商店嘛，就连这个功勋商店它给的治疗药剂呢，都比起这一次的活动还要更多。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里50万的治疗药剂，它是给了60个，然后这里才给2个而已。至少功勋商店那边呢，你能够治疗2次的医院，然后在这个活动中，你连一半都没有办法治疗到。所以给我做比较的话，其实我宁愿拿那个功勋商店。重点是因为这个功勋商店呢，其实不需要我们有一些什么消耗之类的，只要你有打架，你有拿到功勋值，就可以来功勋商店这边来购买这些治疗药剂了。而且除了治疗药剂之外，你洗炼石都有给50个啊，我觉得不亏啊。所以总的来说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特意去做这个活动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拿到更加多的治疗药剂的话，还是可以稍微做一下。但是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，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拿到所有的治疗药剂，而特意的去可能消耗你的材料，或者是特意去回收一些军器，是刚刚好你有需要用到，有做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才去做，不要为了这个活动而做。不过还是那一句啦，他有给好过没有了，有给一点点，至少了我们可以治疗到多一点点，省一点点的费用嘛。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活动复苏共筑的一些介绍，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？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，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